天给大家带一场特别的视频啊，就是最近我相信大部分人在打军争三国杀的时候，被你的队友坑得很惨，包括我在内，直播在内。当然很多情况下是因为现在放假了，很多人去涌入三国杀了，当然玩的你的队友可能也会有一些奇葩的操作，对吧？那这个的话，这个视频就针对于那些比较不会玩的，或者说我800年没碰过三国杀，但是我就是能上至尊场，你能奈我何？他也没有说是想坑你的意思，人就是为了娱乐。在过节期间我不会说你啥，对不对？人毕竟好不容易有个时间。那你要知道，如果你在至尊场的话遇见那些认真玩的，你的娱乐的心态会给别人带来很大的困扰，这是其中之一。其中之二的话，你有很多时间不接触三国杀了，或者是偶尔接触，你会发现这个三国杀它变化非常大。就像去年还是前年，我还在说至尊场军八比较快一些，那会儿是1轮2轮，现在是几号位，你可能不到你回合，昨天打了好多局的时候，不到我回合，我后卫6号位，不到我回合就结束了这局游戏。所以说现在的节奏越来越快，武将越出越新，强度越来越上去了。那么给大家一个更好的一个武将推荐，或者说给那些新手，正好这一段过年时间想玩三国杀的人，一个更好的，我就选这些武将，我基本上就算我不会玩，我也坑不到哪儿去，简单粗暴，不用脑，很单纯，就是为了纯粹的快乐，而且不会让你的队友骂你。当然操作的问题我可帮不了你，对吧？可以看我视频那个慢慢学。但是选将最基础的一定要记住，当你选了好将，你操作差一点也是能赢的。废话不多说，开始讲今天的。首先说一说，有人说你为啥一直不想推荐武将这个视频，是因为之前我一直要做字幕，比较认真。你要做字幕的话，那一个视频给做上12个小时、6、7个小时都有可能的，我慢慢给修改。有人说机翻呀，机翻完了它有些字幕不准确，也不知道是我的普通话不好还是怎么回事，很想吐槽啊。行了，题外话又说多了，咱们看一下以上的所有东西只针对于至尊军八，其他的我不负责任。比如说其他的我想去怎么说呢？我想玩斗地主，那不在我的范畴之内。我想玩排位，不在我的范畴。我只说至尊军八，普通军八的话，你可以选将随意一点，因为没人怪你的。这个时候咱们看一下，从对底下我有的，首先啊，最基础的，像刚才接触三国杀或者好久没玩的，你记住，如果说你是不差钱的人，有哪些武将？首先4大金刚在我这儿。所谓4大金刚，就是你有这4个武将，基本上至尊军八。基本上你4种身份的武将都有了。所谓4大金刚，第一个最便宜性价比最高的就这个了，那个叫做杜预。它是所有，注意在我这里面，它是所有的武将，就是所有现在宝珠的武将性价比最高的一款，强还便宜。在它40宝珠的40宝珠这个价格里面，没有任何和它相比的，比它低的宝珠又比它弱很多。能明白吧？所以说杜预首选。如果说咱们的预算不够的话，买个杜预得了，对吧？对吧？无所谓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就给大家推荐文鸯。文鸯是3种模式都好用，但是如果在至尊军八，推荐你们直接选吴国，把魏国直接 pass 掉。其他模式可以选魏国，至尊军八选吴国更香一些。而且有些人不会玩，看见你在场的时候，你记住一定要刷装备。有些人不会玩，看见你在场刷了个 AK， 这就代表你可能要清场。你抢到他 AK 的瞬间就可能就清场了，非常快乐。有人说那你挨个说的详细一点，行，咱们就说详细。杜预这个武将能当忠臣反贼，不推荐当主攻，内奸也有点小劣，如果遇见对强一点的主攻的话，要是弱一点主攻内奸可以当能明白了吧？然后呢，刚才说了个文鸯强到现在3个模式都强，这是我唯一说的题外的3个模式真的很强。然后这个时候的话上至尊场的话，优选的就是他这个吴国。其次他需要什么身份，请不要选他当主攻好不好？你信我，你当他主攻不是说一定赢不了，这话说就很难听了，一定赢不了就非常难听，你知道不？但是说你还是咱们最大的可能性去稳定的去赢这一局。所以说忠臣反贼内奸他都能胜任，能明白吧？尤其是某些局可能因为你动一下可能游戏就结束，这就是文鸯。还有就是说一下啊，咱们提前说个免责声明，我说的强和弱是那种相对的。For example， 举个简单的例子，就像这局我没有说其他的武将，比如说王朗这些的武将，那你看你打的是谁？就像你王朗打文鸯，你打不过的，人文鸯在你前面可能开局就秒你了，甚至杜预把你乐到死，对不对？但是王朗的话，你打一打标将是肯定是可以的，这是个相对的东西。你方的队友，比如说你方的队友全是王朗，
对不对？星魏延、什么黄埔松、傅谦这样的武将，人家敌方队友是我刚推荐文鸯、杜预，对吧？那你这把唯一能行的希望就是你们这把唯一能赢的希望就是在他们前卫把这些威胁大全打掉，他们还没动手之前先打掉人家。这就是强将和弱将的一个，也不能说弱将，就是这就是顶级的强将那种压制能力。所以说有时候你们看见文鸯啊这类的武将，一定要去，只要是后卫赶快秒他，明白了？不要让他动。有些人总觉得这是个队友啥的，很奇怪啊。咱们继续说第3个武将，我尽量简短一些。黄盖是4种身份都可以，包括主攻在内啊。当然他也比较怕上线啊，当主攻的时候，所以你要注意，比如说有个什么神孙策呀，选出来优先打神孙策，下你上线很麻烦的，明白了吧？魔黄盖的玩法咱们提前说一点点啊，一定要刷9或者桃子，剩下多刷点啥，第一回合一定要打压制，压自己的血打压制，明白了吗？把桃扔出去崩自己2个血，然后直接出2张红杀，打出这样应有的压制是最好的。这是第3个。强度简单粗暴无脑，但是魔黄盖的话，最近很多人都跟我反映说，魔黄盖可能狗卡改过排堆，尤其进入残局了，自己剩1滴血5个甲，比如说我5滴，我完全抵的黄盖，我好厉害啊，对不对？结果发现我每次过那么多牌，对吧？一次性摸那么多牌，结果呢，搞笑的就是说我断杀了。黄盖最怕这种关键时候断杀就很烦啊！一定要记住啊，他尤其他那些按照他的血槽来打他的伤害，他有几次必中的可能性，咱们就不多说了。还有往下看啊，咱们这个时候这就是50宝珠中几个了吧，40、50，还有一个当然在底下这个。有人说曹毛怎么样？曹毛4种身份同样都可以。有人说忠臣也能吗？这是有很多直播的时候问我的问题。曹毛不能当忠臣，我都不知道谁跟你说的。曹毛当然能当忠臣，但是你要想清楚你是否要开这个大招。很多位置，举个简单例子，主攻是个脆皮主攻，是个爆发主攻。然后曹毛的话在前位直接把大招开了，那你这不是跳中，你不是忠臣，你是牛逼的反贼啊！你直接反贼还没动呢，你一个忠臣把所有桃全清光了，主攻准备扛这一轮呢，准备还没轮到他呢，你前位直接开了个大招，人主攻防御没有，后面反贼一刀把主攻一打一个准，结束了游戏就。所以说你曹毛在这种位置选出来忠臣，你说他不能当忠臣，我能理解你，但你要知道。你是人类，你知道不？不是不是说是 AI 都比人类强了，现在对不对？你现在问题就是说，你给明白什么时候该开大招，什么时候不该开大招。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主攻比如说真是一个飞豪能回血，比如说是个神赵云，那我可以开大招，我当然可以开大招了，对不对？就赵云有桃能，我主攻是赵云能有桃回血，其他人都回不了血，我挨个打就行了，对不对？很公式化的一个武将。那主攻是一个本来脆皮的，还需要点桃保自己命的。结果你一开大招，后面人把主攻给你一个前位开大招，后面人把主攻秒了，这很烦。所以说你要控制住你自己啊。这4个武将是我给大家一个进入这个环境的，比如说我刚刚玩这个游戏，给新手玩家，因为你们不能在我这称萌新的，我这儿萌新的标准是5000场军巴才叫萌新，所以说只说你们是新手，给新手玩家一个最体贴的一个选将吧。还有就是说，过几天我会专门的话，把那些每个武将的强度和一些发育，还有一些排一个不能说排名吧，再做一个所谓的至尊军巴的一个选将优选，明白吧？还有啊，这里面说一些，有人说，那你是50宝珠的为啥不介绍？第一啊，性价比就没那么高了；第二，不是50宝珠以上就没有好将，这话说就很难听。For example，举个简单的例子，50宝珠以上还有一些有用的武将。比如说奇怪，但是没有那些性价比高，像是司马昭，对吧？300块钱买个司马昭，可是你们很多人都是刚涌入三国杀的，所以说司马昭很多人我都不知道司马昭能不能达到这个情况，对吧？300块钱我可能达不到那个就什么节约令那个等级，对吧？所以说如果你能买得到的话，司马昭有人经常问我司马昭强不强？正好我在这个视频里面额外说一说，你把司马昭看成魏国文鸯，你觉得魏国文鸯强，他就强。就这么简单，他爆发极强，但是很容易被秒，就是他的缺陷就是这个啊，而且他还可以一直用魏国，自己可以选择该怎么玩啊。然后还有这几个像诸葛亮的特殊情况的发挥，还有换位置神鲁肃，这些都不多说了。咱们再说刚才跟我那4个武将同等级的武将啊，只是太贵了，没必要买，知道吧？像神司马懿可以，尤其现在很多人啊，就是我一直不理解，每次我在直播时候都要吐个槽，大哥们。就是文鸯、神司马懿，像杜预这样的武将，你们是真的不愿意打吗？就爱舔别人是吗？
这个武将不能活的，知道不？这些武将包括文鸯，这个只要他不是你队友，对，是你队友则罢了，你玩命救他就行了。如果不是你队友的话，或者他没有跳特别干净身份，有可能内奸装个反贼，对不对？没有跳特别干净的身份的话，你直接忠臣打完反贼打，主公打完反贼打，内奸打，这种武将就是应该全场打的，你要记住，不用去跟他讲道理。有人说我要跟他讲，万一是我队友呢？因为他在你旁，你要选强将，就不需要另外一个可能清场的武将给你帮你去清场，你一个人去玩就行了。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你现在你队友有个杜预了，然后你自己又选了个曹髦，比如说这把你们两个人就可以打全场了，比如说。那你还需要这神司马懿？就算你打错神司马懿，他是队友，你们两个人依旧能赢，正好可抹除一个隐患。万一人是内奸装的呢？抹除一个隐患，这种武将不能给他机会，明白了吧？所以神司马懿也是一个其中之一。还有一个是神荀彧，这像神司马懿、神荀彧这个东西，神荀彧是简单，但是你给人差点说错了，你给钱比较多呀，对不对？钱比较多呀，你102宝珠，将近你要按宝珠100块钱一颗的话。1万多块钱呢，对吧？简单，神荀彧比我刚才说的所有武将都简单一些，无脑用牌嘛，无脑定汉。定汉如果不太会的话，可以参考我的很早以前的神荀彧的视频，因为我直播很少玩神荀彧，不爱玩，因为太无脑了。你一个主播玩神荀彧会被别人唾弃的，丢人呢。我除了被粉丝点将，或者说真的无聊了，给你们玩上一把。像前不久人说我1年都没玩神荀彧，玩一把，我说不玩。一个主播玩神荀彧丢人不？对吧？然后咱们就说其他的，像这些都是给你们推荐的，像神司马懿、神荀彧太贵了，包括刚才那4个武将，那4个是什么？我怕大家可能都反应不过来。曹髦，然后那个杜预，然后那个是文鸯、黄盖，对吧？这些都是1等1的，明白了吧？1等1。如果不会玩，比如说有人说曹髦我不会玩啥的，你学一学公式。很多人觉得曹髦不稳定，或者是太脆了，你学一学公式。像这种东西根本不是我把反贼全打掉了，我根本不需要防御。很多人觉得曹髦很脆，对吧？我把你反贼直接秒掉2个，你觉得我曹髦需要防御吗？所以说对你的开局的刷牌很重要。这些其实对于老粉丝来说我都听腻了，每天直播都讲，一问这个武将就这几个武将，对不对？但是对于一些过年期间想要玩三国杀，体验一下所谓的快乐，对吧？你又不想要不你现在的环境太可怕了，对不对？有一些奇奇怪怪不会玩的，我都不要求你们所有没有任何失误了。现在连选将很多人都不会，他把800年前的，比如说一个怎么说呢，800年前的一个什么武将放出来，怎么说呢？比如说他觉得选一个什么神吕布，就前几天我就选神吕布，不是神吕布不行，是神吕布已经不能做某些身份了。在2019年还是2020年那个时候，神吕布是能当主公的。现在神吕布谁见着你谁不害怕呀，对不对？你基本上你当谁的话，你前期没刷出来 AOE 基本上没用了，你再乱开个大招就更没用了。你不要老看那些仙术，知道吧？这和刚才我推荐那些武将差着世代呢，差着等级呢。其他我不推荐的武将，或者说我没有推荐没有讲到的武将，并不是他们很弱，但是相对于我刚才说的武将，也是差了一个时代，明白吗？我没有提到，比如说张奋有他的好处，对不对？但是你要说和那些所谓顶尖强将，你看我从我嘴里说出来顶尖强将的话，基本上还是差一点距离，知道吧？差一点距离，能用不可以用啊，对不对？可以用的。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就是快速的普及，并没有做其他严选的视频。大家要有武将的话，或者说希望有这种武将的话，我觉得还是买性价比最高的杜预，但只要不会骗我库，基本上爽翻的，啊。然后今天就到这儿，然后呢，过段时间如果我有时间的话，前提是我有时间啊，真的没办法。如果我有时间，会给大家系统性的把所有的宝珠将再给你们讲一遍，让你们归纳一下。毕竟有些人觉得，比如有些人说的，我玩宝珠将，对不对？我不一定非给玩强将，我想开心，我就为了开心，对不对？啊，你100块钱买个豹三娘，100个宝珠买豹三娘，你的确挺有钱的，又有钱又开心。对吧？就为了看看腿，我一开始真不知道，因为对于我这种人，我不是直男，我不觉得我是直男，但是我理解不了，可能是我岁数大，知道吧？他为了这个图片看看腿，那我唯一能想到你买豹三娘的可能性就是说赌运气呗，开局全是女的，或者说你能活到残局，然后崩自己的血，然后把自己救活，有了一堆技能，然后呢场上有 AK 拿走一张杀拿走 AK 然后清场，这就是仙术嘛，对不对？剩下的武将像刘焉啊这些我不提，是因为不稳定。我说的其他都是稳定的，知道吧？你们记住啊，像斗地主的话，肯定优先推给你们徐胜，这些不在我的范畴内。
所以说我刚才大家推荐那些武将，请一定要记住，你过年比如说我就是暂时玩一玩，又没打算玩这么深，或者我就租号玩，请玩这些武将，这些武将能带给你快乐，也能带给你的队友惊讶，对吧？即使你不是特别会玩，请选强将，让你队友放心。比你队友选了一个辅助，然后你选了个弱将，然后结果我经常看着反贼4个辅助，本来反贼现在属于反贼杀阶段，结果反贼4个辅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我认为啊，我每次我选将，因为在打直播嘛，每次我选将，我认为我选的是最弱的，没想到莫名其妙我成反贼当中最强的，因为我不愿意选那些无脑的武将，对吧？这一瞬间我就很绝望，你知道不？4个辅助你玩你啊，控制住自己，我控制住自己，行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如果你们还想看这种类似于介绍的视频的话，可以给我留言或者点赞，对吧？3连一下，让我看看你们的是不是要看。毕竟我不想上字幕，上字幕太累了。